齐云侠这部作品跟以往执导的动画呢，其实还有蛮大不同的，因为这部戏呢，它里边又有很多的这个现代戏的情节，还有一些是这个几千年前，在这个秦朝的这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所以说呢，在我们在导戏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会去注意这个现代人说话的一些方式和古代人说话方式的不同。所以说呢，这古代人到现代他说话保持原有的这个风貌，那么看到这个现代的这个世界所遇到的不同，那如何去应对啊？如何去在这个过程中去适应？那也是要去带着演员去感受和理解的。你死功夫了！江湖人相忘于江湖。第一反应是对的，后面有点犹豫了哈，有点不太敢说了。其实我觉得声优，在一定意义上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这个角色的演员本身。背掉台词之后，他们可以尽情地沉浸在角色当中，没有这个台词的束缚和压力，更好地去塑造这个角色。所以在过程当中呢，和对手在飙戏的过程当中，也会给予角色不一样的精彩和这个他的一些想法的体验。所以说，在这部作品当中呢，有很多这个文言文、古文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作为台词的部分出现。这就要求演员们要提前的去把这个古文的意思呀要理解透。那么其实在这个古文的文言文的表达当中，其实它的一些节奏和停顿要跟我们过往在讲这个普通话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跟演员有所交流，然后如何能把意思表达得更准确，同时呢让这个语言的感觉也能更有这个古代人说话的感觉。在我挑选这个片子的时候呢，首先是去了解这个角色的人设和他的这个性格和经历的背景，更多来讲的话，还是对于演员的语言的气质，还有他的表演这一块会更加的去关注。这个人选基本上也是我觉得，他在驾驭这些角色能够驾驭得很好，他的表演没有问题。交给片方在他们来去对于角色的印象、声音印象来去进行选择。我们一般是这样去选择角色的。这位少侠，今日多谢你出手相救。我不用客气，少侠神出鬼没，一定很忙，小女子不阻碍少侠发展了。不用走了，江湖人相忘于江湖。我是秦侠动画片中红心的配音演员，来自北斗企鹅的严叶乔。困难的地方有挺多的，因为导演滕老师他对我们的要求很高。从一开始拿到剧本的时候，我们有就是开剧本的围读会，然后去研讨一下这个角色该怎么处理，然后我跟男主角之间该怎么样的去搭配，形成一个默契。怎么说是一个非常全新的、很新奇的体验。拜拜，不许再跟着我了。比如我们第一天开剧本围读会的时候，因为找不到感觉，然后滕老师给我俩从椅子上拽起来说：“那你俩演一遍吧，要让你自己成为那个角色，这样你之后进了棚，然后看着画面的时候，才能知道心里有个底，该去怎么配。哪怕是没有台词，你也该知道那个地方该是怎么样处理，或者做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咋还 NG 呢？这个，有几个问题啊，有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你看，这儿定格这一帧啊，那个你说的那句话的时候，他的表情，你得照顾到这个画面这种感觉，别有压力，别有压力啊。我们两个搭档的时候，就是有很多戏份，就是两个人互相压着说和压着收的，对，就是棚里的。各种录音环境啊，然后什么的要求还是挺高的。然后还有很多动作方面的戏，尤其是我，就是有一些很多大开大合的。小雨的声优李清阳，他会帮我就是做一些拉扯，比如说哪个地方我要摔了，我就会在后面把手示意他快递过来，然后他就会拽着我，然后我就这样一摔，因为你真实的身体的。就是他承受的那个力度会反映到你的身体里，这个跟用技巧去做出来，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尤其是对于我们新人演员，就是技巧没有那么炉火纯青的情况下，就是给出这种真实的反应，我觉得，从效果上来看和对我们的
进步方面来看，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辛苦，给你点个螺旋赞。娘，我不承认。我是北斗企鹅的配音演员李清扬，在琴侠动画中为莫小雨配音。我很想去配这个角色，也想尽量的去做好它嘛，然后努力的去试音，试完之后，然后发现感觉无望的时候，唐老师跟我说：“恭喜你，你试上了这个角色。”揣摩人物心理，其实我们作为配音演员，首先要去写人物小传嘛，去了解整个故事的情节和场景，还有角色的内心。私下里和乔一块儿去对手戏，去搭戏，然后脱稿去表演出来，感受当时的情境，然后也去和滕老师去聊过这个人物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说话，有一些各个大大小小的细节方面探讨的比较多，然后我自己也会去剖析人物的内心吧。困难是有的，脱稿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要让我去脱稿去表演出来，对我来说背台词是最难的。7日，对位11分人员面向训练。其次就是，它有一个古代和现代的一个穿越，在古代就比较难，它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古文的引用啊，然后说一些当时古代的话语，我就不了解其中的意思。配音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词，就是跬步。这个词，我们其实觉得就跬步就是一步嘛，其实不对的。跬是跬，步是步，步是一整步，跬是半步。比如说就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嘛，对吧？就是从不迈出半步那一步，就没办法走到很远，就是这个意思。在我们改词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很大的问题，就是秦朝当时的说话的方式和其他朝代说话的方式其实不是完全一样的，有些话是不能说的，有些话是在其他朝代说的，但是没有在秦代说过，所以这些点在我们改词的过程当中也是遇到了一些很大的问题。因为头几集就是小雨穿越过来，因为红星长得特别像他嫂嫂，他们俩就一直会有一个回环的这么一个，就是嫂嫂我不是你嫂嫂，嫂嫂我不是你嫂嫂，然后导致我记得我们当时录完了头2集的时候，然后第2天有一个项目，然后也是我俩，就是在棚里也是搭着的，然后他叫一句嫂嫂，我真的是就下意识的我不是你嫂嫂。对，我们就会互相接梗。对，现在变成了一个梗。对，已经变成了一个梗，就私底下问嫂嫂，我不是你嫂嫂。是这样的。当年的秦王一统6国，收兵天下，集蜀山之木建造的这座阿房宫，被我一把火焚烧了个干净。什么呀？这个小鬼是想讹人吗？可笑！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是配音演员张震，因为这个是腾讯的配音导演，所以我特别想，就是跟腾讯在录音的过程当中就是也跟他一起切磋，也跟他一起学习，所以其实从我个人来讲，我是抱着一种来学习的态度，其实来录这个角色。但是动画呢，我们有这个人设。以及有他的一些相应的这些表情，但是同时也需要赋予我们自己很大的理解，去揣摩他的这种表情，去揣摩他的这种语言当中的动作性。终于出现了这种久违的感觉，整个世界近在咫尺。我们去想我们这个台词的这种起承转合，所以在这一块上呢，等于是我们在付出的这种表现力、表演力上，要比录真人剧要更多。那么《秦侠》这部动画呢，不仅有这种恢宏壮大的历史场面，同时还有历史跟现实这种激烈的碰撞。那么同时呢，也展现了在我们诸子百家当中，墨家
他的种种的这些故事，哎，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特别适合我们的年轻朋友去看，啊，既能够有这种历史与现代碰撞的小火花，同时也能够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在那段时间的历史，哎，所以呢，这部《琴侠》，我特别的向我们的年轻朋友推荐。